世界10大最香艳的节日，第1名政府竟然为了节日顺利进行，免费发放了1.2亿只安全套。作为中国人的猫爷，一直过着吃饺子、吃粽子的传统节日。都说老外思想开放，当他们遇上值得庆祝的日子时，又会整出什么样的绝活呢？本期影片，猫爷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10大最香艳节日，让你恨不得立刻飞到现场。第10名，西班牙番茄大战。番茄大战起源于1944年，是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布尼奥尔镇在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举行的节日，至今已演变成西班牙最吸引国内外旅游者的传统节日之一。开战前，市政府会将西红柿用卡车运送到街道两侧，当作大战用的弹药。随着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战士手抓熟透了的西红柿，向身旁素不相识的敌人的头上或者身上其他部位投掷搓揉，不一会就个个浑身上下都是红乎乎的西红柿汁，整个街道也成了一条番茄河。人们在投掷番茄前必须捏烂，以免伤人，禁止扔任何种类的瓶子，另外不允许撕扯对方的衣服。当然这只是规定。大约2个小时后，当冲天炮再一次响起，节日正式结束。随后狂欢者会拥向附近的河旁，镇里在河旁的平地上设置了数百个公共淋浴间，人们穿着衣服在花洒下冲洗掉身上的番茄酱。第9名，印度撒红节。印度的撒红节被认为是印度神圣古老的节日，演化到今天，撒红节变成了人们不需要顾及肤色和身份，互相泼水、撒彩色粉末和颜料的狂欢节，以此驱除邪恶，庆祝春天的降临。因此撒红节也被叫做印度的春节。在印度人眼里，这是1年1度的盛会，也被旅行社包装为世界上最多彩、最疯狂的节日。那为什么说它香艳呢？大家都知道，印度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低，所以撒红节早已经变成了印度男性合法耍流氓的节日。许多人把泼洒颜料当借口，做出摸臀、强暴、袭胸等咸猪手行为。基本每年都有类似的新闻会爆出来，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猫爷提醒各位小姐姐，这个节日去不得，去的话也一定要有男性陪同。第8名，巴厘岛亲吻节。在印尼的巴厘岛，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亲吻节，这是因为当地人觉得接吻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节日当天的年轻男女聚在一起，向神灵祈祷完后，就可以自由地亲吻对方，甚至还可以向陌生人索吻，对方还不能拒绝。想象一下，满大街都是女的，看见自己喜欢的类型就直接下嘴，对方还不能拒绝你的索吻，是不是很爽？这时候表白的成功几率那就不言而喻了，比什么情人节、光棍节、愚人节等等，那是高的不敢想象。你不答应，使劲亲。由于男同胞过于热情，不少漂亮的女孩都被亲哭了，活动结束后嘴都是肿的。第7名，日本泥浆节。泥浆节是日本一个传统节日，在每年的2月25日举行，据说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人们希望通过泥浆祈求的仪式，能在新的1年中有个好收成。节日当天，无论男女都会放下矜持，一头扎进泥潭，摩拳擦掌，上下其手。按当地的说法，身上涂上泥浆可以辟邪，并能给人们带来好运。虽然举办这个节日的时候还是冬天，但是寒风刺骨，依然抵挡不住少男少女的热情。女性穿着少量的内衣，而男性则是光着上身，大家兴奋地抓起泥浆，直接往对方身上涂抹，伴随着激烈的缠斗，经常有内衣脱落的香艳场面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男性会不可避免地与女性产生摩擦，有些人会专门挑选参加活动的美女，将她们抱住摔进泥浆，趁机揩油，实在是没什么绅士风度。因为场面非常混乱，所以这个节日也被称为日本最污的节日。第6名，乌克兰泼水节。乌克兰最吸引人的第一是美女，第二就是他们的一个节日泼水节。乌克兰的泼水节通常是在复活节后的第1个星期一开始举办，持续1周的时间。他们认为泼水可以洗去灾厄，意味着祝福和新生。谁被泼得厉害，就代表着谁享受到的祝福最多。在泼水节这一天，仿佛所有女性都是遵循穿越少越好，穿越撸越美的原则，哪怕仅仅身着一件小裹胸、小裤衩，就敢直接跻身在千万人之中，任意接受来自4面8方的泼水洗礼。这个节日发展到后来，还成了大型相亲现场。在泼水活动中，往往是互相有好感的男女泼水才更主动，因为这也是一个认识对方的好机会。在节日氛围的衬托下，只要敢大胆表白，
基本都能领个老婆回家。第5名，拉脱维亚金发女郎姐。十女一夫，美女遍地，欧洲曼谷，男人天堂，这是众多媒体塑造的拉脱维亚的印象。十女一夫在猫爷看来虽有些言过其实，却也揭示出了拉脱维亚人口结构的特征，那就是女多男少。一般情况下，多了之后都意味着品质不太好，但是拉脱维亚可不一样，这里的美女身材高挑，前凸后翘，气质优雅，具有欧美人爽朗的性格。猫爷相信，只要是个男人，看了都不会拒绝。但是哪怕拥有如此优秀的先天条件，这里美女的择偶标准却一降再降，找一个男朋友仍旧是十分困难的事。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男性，拉脱维亚开展了金发女郎节，其实就是公开的相亲节。节日当天，美女们会身穿粉色的裙子走在大街上，裙子没有特定的要求，可以是连衣裙、包臀裙、超短裙，反正越性感越好。总之，那场面可谓是相当的撩人，十分的壮观，也被很多人称为最养眼的节日之一。第4名，世界无裤日。1月13日是世界无裤日，也称不穿裤子节，它的完整名称为不穿裤子搭地铁日。包括纽约、伦敦、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世界许多城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会在这一天穿着内裤乘坐地铁，美艳长腿、丰满翘臀和各式各样的内裤，怎一个爽字了得！而参与者要表现的仿佛互相不认识，在旁人的讶异眼光中，若无其事地翻看报纸、杂志或者手机。在天气寒冷的地方，除了不穿裤子外，参加者的其他衣着要符合冬天的装扮，戴帽子、围围巾、穿大衣等。这个疯狂的节日始于2002年1月13日，是由美国民间组织处处即兴发起的。当时一群喜爱恶作剧的纽约人决定不穿裤子乘地铁，以引起轰动，并借此鼓励人们丢掉保守思想，尝试新东西，为生活增添乐趣。第3名，摸奶节。摸奶节是彝族的一个传统文化庆典，每年鬼节，也就是农历的7月14日、15日与16日举行。除了烧纸祭奠好兄弟之外，来到镇上的男男女女，只要出现就要遵守摸奶节的规定，是男人就高兴的摸，是女人就要愉快的接受被摸。大家表面躲躲闪闪，实际上谁都无责怪之意。男的以摸到奶为吉祥，女的以被摸奶为吉利。据传，隋朝年间连年征战，许多男性连女性都没有碰过就战死沙场。他们有个强烈的怨念，就是物色女子到阴间去做老婆，尝尝女人的滋味。为防止这些战死的人给彝家带来灾难，当地就在祭祀之外形成了让女人被摸奶而避免被鬼抓走做老婆的习俗。后经证实，这纯属虚构，摸奶节也是当地为了宣传旅游的噱头。不过，摸奶节虽然不存在，但作为适龄男女交往的一种方式，摸奶以前是存在过的。随着汉人的影响，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与云南相邻的缅甸，还能看到一些藏缅系民族存有此风俗。第2名，日本裸祭节。每年2月的第3个星期是西大寺举行裸祭的日子，而星期六晚上的活动正是节日的高潮，那就是传说中仅限男性参加，整个人几近全裸的惠阳节。当宝木从寺院高层扔下后，一大群只穿了兜裆布的成年男子迅速蜂拥而至，激情争夺宝木。这时候，寺院方面也会从玉浮窗洒下大量净水，由于人数众多，开始的几轮泼水往往会瞬间化为蒸汽。这其中也有男性会选择连兜裆布都省了，全身赤裸上阵。一方面，全裸代表着自己的心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个兜裆布一旦遇水被浸湿后，舒适度会非常差，容易影响发挥。不过，在人群中见到这样全裸的，你也不必太过惊讶。按照日本文化，主动摸一摸它，还能带来好运与幸福呢。在裸男们激情争夺宝木的时候，旁边则有成年女子专门向场内击鼓助威。当宝木被人抢到后，人群会渐渐地围成几个圈，慢慢地移动，走出寺院。争夺宝木的仪式也就此结束。第1名，巴西狂欢节。巴西狂欢节被誉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这里有热情奔放的桑巴歌舞，有色彩绚丽的奇装异服，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彩车游行。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在此狂欢3天3夜。狂欢节作为巴西最重要的节日，每一个巴西人民都将为其盛装出席。那狂欢节到底有多疯狂呢？首先是异装癖，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热的舞蹈。狂欢的美女也是一大亮点，她们赤裸上身大玩人体彩绘，但是无论是什么图案，都比不过她们胸前的大好春光。巴西的开放程度，连欧美国家都无法比拟。为期数天的狂欢节是音乐、舞蹈、酒精和性的盛会，在接连数天的游行和狂欢中，乐不可支的人们少不了借机纵欲。为此，巴西政府还会免费发放1.2亿只安全套，专为狂欢节保驾护航。从白天跳到黑夜，快乐可以传染，不满得以宣泄。你有权期待浪漫，期待激情，你有权发泄不满，表达抗议。环顾四周，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中，桑巴舞小姐多么美，阳光多么好，开心最重要。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世界10大最香艳节日，大家最想去哪个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